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酷酷聊，我是小侯。Hello， 大家好，我是拉姆。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安啾，欢迎。Hello， 大家好。我们今天想要聊一点不一样的，跟我们现在这个阶段有一点点遥远的。我们今天简单聊一下婚姻，就是聊一下我们这代人对婚姻的一些新的看法、想法。对，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安啾她现在已经结过婚了，但是是这样，我办了婚礼，但是我们没有领证。一种新的形式，仪式感上是结婚了，是我感觉可以这么理解。我也不知道，我觉得办婚礼跟办 party 差不多，就是蛮好玩的。其实也不应该叫婚礼了，这么看来就是一个典礼。只是办了一个典礼，结婚典礼，因为他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就也按理说不应该叫婚礼。就是我跟人说婚礼的时候，大家都有一点困惑，然后但其实我发现他可能需要一个别的名字，那也没有一个很好的名字，那就是一种礼仪，可能是吧，我不知道。就给自己平淡的人生添加了一个特别的日子，一个 party 的日子。然后反正目前是还没有领证。然后我跟我的对象在一起8年了。这么久很久吗？我算算啊，8年那个时候我在。8年前，老师，这不能这样算。8年前还在高中，那真的很小啊，两位。你们是00年的，我是94年的。我今年31岁，然后我们是23岁在一起的。其实跟你们现在也差不多大。是。但一起能走了这么久了，确实的。你们谈过最久的恋爱是多久？你先说。我差不多4年，不到4年。那还蛮久。对。大学恋爱吗？对，大学时期谈的恋爱。就是刚入学的时候在一起，然后毕业的时候分开了。也不是，不完全对，但是接近了。对。OK， 你呢？3个月。最长的一次是吗？对。那你会觉得这也是就是恋爱吗？还是其实像约会一样那种？说实话，我现在回想起来哈，我之前的谈的恋爱，我感觉它不能算是完整意义上的恋爱吧，因为我们其实没有经历什么，也没有做过什么，也没有干过什么，感觉可能好像更多的是一种因为情愫产生了，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或者一起进行一些约会，这样子的感觉，一起做一些模仿一些其他情侣会做的事情。那安啾，你现在和你伴侣相处的模式会更像谈恋爱，还是觉得像传统意义上的婚姻一样呢？我也很难讲，就是可能每对的相处模式不一样。然后我们两个现在就有点像怎么说呢，像那种合伙人或者是伙伴，有点这种感觉。就是我们租了一个那种分上下层的房子，因为我们俩都是在家办公，然后他就是在2层活动，然后我就在1层活动。然后那个各自有各自的空间，然后到晚上我们就一起在客厅打打游戏，吃外卖。好幸福啊！你们听到这个觉得很幸福。对，而且我觉得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我是楼下，他在楼上，我其实如果说想干什么，我叫一声。他就在那儿，他就下来了。这个让你觉得很幸福。我会觉得很幸福，就是会感觉事事有回应。但你不会觉得立马就你不用非得跟一个伴侣，你跟一个比如说室友，跟一个很好的朋友，也可以过上这种生活吗？不一样在哪里呢？不一样在依靠。就是伴侣会给你一种依靠的感觉。依赖感。室友或者很好的朋友没有给你们依赖的感觉吗？室友的话，我觉得可能达不到说那么依赖，但是如果是好朋友的话，对，那假设跟很好的朋友住在一起，我会觉得我现在也有点像跟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住在一起。当然我们会有更多伴侣上的，就是朋友之间不会做的事情，我们会做，但是我确实也觉得这个也是。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伴侣的话，我觉得如果是跟很好的朋友在一起，我觉得也是会很开心的一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我也会很好奇或者怀疑，就大家对伴侣啊、朋友啊、伙伴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呢？是被外界塑造的，还是我们自己的真实感受呢？他刚刚说的让我想起来小牛当时官宣的时候最后一句话说，就是她跟她男朋友官宣，她最后一句话说的是朋友也是男朋友。其实我觉得这些就是所谓的
定义，它更来自于我本人心里的感受。如果我因为你感受到了心动，那我就把你定义为伴侣；如果我因为你感到了踏实，我可能会把你定义为家人；如果我把你定义为感觉可靠，那我就把你当做朋友。我觉得从我这个角度来说是这样子的。那我也有点好奇，就是因为你也谈过一段蛮长时间的恋爱，那你会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面，刚才你说的那几个词，吸引啊、心动、可靠、依赖，他们是同时存在的，还是按照时间会有变化？我觉得他们是交织的。它不可能是单一时间，就是前面只有心动，然后没有可靠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它肯定都是交织着出现的。就是有时候会心动，有时候觉得很可靠。就像我觉得所谓的这些角色，它不只是一个角色而已，就是伴侣，他不可能只是做伴侣的事情，他肯定也会像家人一样支持你，支持你，然后像朋友一样就是鼓励你这样子。对。但是其实对我来说哈，我还是会觉得朋友和这个伴侣就是恋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体现在我的状态。我跟朋友跟家人，其实我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大大咧咧，感觉特别搞笑，就是很那种很神经大条的一个女生。但是如果我在恋爱当中，我会特别特别的小女孩。小鸟依人形。对，就是你们可能没有办法想象的那种啊，真的。所以这可能是我把它区分开来的一个。就如果说我对这个男生就是没有说那方面的想法意思，我跟他相处就是这种神经大条，就随便。但如果说有心动，我就会特别拘谨。完了，看完这个节目，大家都知道什么时候被你心动和不心动，完蛋了。安妮，你会觉得现在和你伴侣的相处的方式和朋友或者是家人区分开来吗？还是？我会觉得对我来讲反而蛮难区分的。然后我非常认同你刚才讲的，就是你跟同一个人之间可能会有不同的连接，然后在我看来，好像在一段关系里面，这些感受是会随着时间变化的。比如说一开始心动或者是化学反应会占的更多，然后到后面是亲密，然后安全、依赖，然后到后面可能就是你最信任的人，然后你最靠谱的伙伴，然后这些还有家人，我觉得这些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占比会有所变化。然后所以现在我很难说清楚，这个更像是就他是伴侣，然后但是他肯定像你说也有家人也有朋友，也很难说清到底哪个能够作为主定义了，但可能也不重要。明白。那对方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一致的吗？一致的。那很棒。我们会沟通，反正我们会说我们对这段关系最近的一些感受、想法。虽然因为我对象是个大爱人，所以很多时候他不太善于表达，然后我会发起这些，然后我们就会稍微说一下，然后我能互补啊。对，我们是绝对是互补型的。不知道你们，我们好像话题聊得越来越不知道你们觉得互补的人能在一起更久，还是相似的人能在一起更久？这个我之前这个问题，我之前在大学的时候跟我大学室友，我们4个人就因为这个问题聊到了早上凌晨6点，就聊了一个通宵，没有争论在那儿，就我们在争论。我那个时候觉得要相似，我大学那个时候觉得相似的人在一起可能会更幸福一点。对，你是什么观点？我没有什么观点，我觉得都可以。都可以。对，我觉得相似和互补，我觉得都能相处得来。我也确实可能周围认识人里也有相似也有互补的，但我们2个是绝对就是互补型。那但是其实在大众的这个视角里，谈了8年的恋爱肯定就是会走入一个婚姻的殿堂。然后是什么原因让你没有去选择领这个证呢？你好厉害，控场高手。我们又回到话又说回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问题。可能我也一开始有想过领证，因为很自然就是双方的家庭啊，然后可能按照社会的观念，反正当时也是在一个就是当我们办婚礼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在说领证的事情了。然后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就会有一点就是浑身刺挠，我就不太明白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然后而且同时我对象没刺挠，就我一个人刺挠就是痒痒啊，就是当时觉得领这个证说那个哪天去领，那为什么要领来着，就是我有点想不明白。然后他好像没有这个困扰，然后我就自己那个时候去查了很多文献，然后看了很多书，然后也咨询了很多人的看法，就是为什么要领证，或者说证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婚姻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然后都了解完之后，我自己对我自己做的一个决定是，我自己好像
我个人的那个从我个人角度出发，好像不太需要或者不太想要有一个证。当然，我也非常理解别人去领，然后只是我自己好像不太想领，所以这个事儿就搁置了。然后我也非常非常感谢就是伴侣还有家人们的理解，大概是这个样子。那你不选择去领这个结婚证，是觉得它束缚你了吗？还是有其他的顾虑之类的？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就是你们会问我为什么不领，那我就把问题抛给你们，为什么要领？如果你们是我，为什么要领这个证？你们觉得领证的好处有什么呢？其实从法律层面，它其实给你一种保障嘛，就是具体的保障是什么呢？就是首先你比如生病的时候会有一个你还是觉得是束缚是吧？就是首先生病的时候你有一个亲属可以签字，这个是一方面，它法律提供给你的一个保障。当然除了家人之外啊，这个伴侣肯定是你最重要的一个人嘛。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在法律上可以信赖的一个人，对，就是你，因为就是其实结婚了之后，相当于在法律上把你们绑成一体了，就是你们永远都是共存亡、共荣辱的。但是朋友可能不一定，他可能随时会背刺你，这样子等等。现在不是有闺蜜证吗？你是没听过那个结了婚的人互相背刺的案例是吗？也当然也会有了，当然也会有了。对，我也是，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也是很多人会跟我说的一些好处。然后我就会想，比如说那个议定监护，或者是他有帮你签字的这个权利。那其实就是我的家人还就是还在，他们也可以帮我签字。然后呢，也有议定，如果我真的觉得我很害怕没有人帮我签字，那也有一些法律的就是文书你可以去签署，然后你就可以获得议定监护人，比如说朋友啊什么都可以帮你签字。那好像你并不是，就是首先我们日常我们也没有很多人天天在担心自己突然晕倒了，然后没有人给自己签字，而且就算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医生他有义务要救你的，就是也不是说没有人签字，那就你躺着吧，你就对吧，你就走吧，然后就也不会这样。就是这本来不是我们的一个担心，但是一提到结婚，大家就说那他可以帮你签字，你以后没人帮你签字怎么办？那我觉得这个事情好像是为了给他找一个理由而找的一个理由，好像不是一个真的很紧急的一个事情。然后第二个就是关于背刺这一点，我会觉得，首先结了婚的人也一地鸡毛也多的是，然后也离婚率也那么高，对吧？有一张证，他也不能保证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然后我没有证的很好的朋友，我也相信他这辈子也不会背刺我。我们根本不需要一张证去证明我们的友谊，但是我很好的朋友，我就可以信任他。那为什么我跟我很好的伴侣，我不能信任这个伴侣吗？我很怕，我如果不领证，他就要背刺我吗？那这样的关系岂不是有一点吓人？我反而会觉得这样的话，让我觉得是不是关系本身有问题，我才需要一张证去，让我更有安全感。所以这两点我会有这样的思考。然后还有一个很多人讲的就是说，财产的保障，如果离婚的话，财产分一半。这个我觉得当双方财产差距比较大的情况下，或者是有一方要牺牲工作，要牺牲很多，然后投入到这个家庭的隐性的一些劳动，比如说我做家务啊，或者是我去带孩子呀，那我觉得这方面可能会需要婚姻来做一些对，然后让自己在就是经济上不会说到时候什么都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是OK 的。但我觉得对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双职工的家庭，然后也没有小孩，像我们这种情况，好像领不领都一样了，反正我们收入差不多，然后各花各的啊什么的，也不会有很大财产上纠纷，那领不领好像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说是基于我的情况啊，就是我会想到这些。对我来讲，好像这张证真的没有什么就是特别大的好处。所以我就觉得那我要不先观望一下，我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其实你们不领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你们真的彼此相互信任。可能还有很多即将步入婚姻殿堂的两个人，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做到100%完全相信你，他们可能就需要靠这张证来维系他们之间的这个信任。那听起来这个证是一个很就是怎么说呢，就听起来这个关系好像是一个很脆弱的关系，确实不是那么的稳定。但其实很多现在这样的关系都是没有那么坚固的，我觉得。那为什么要强行在一起呢？那想分的时候分开不就好？我不是，那你都说我都没有这张证，我可能要那个分开了或者是什么的。那到那个时候，你真的希望用一张证，你说我们结婚了，你不许走，
这样不是，这是我们想要的吗？我个人觉得两个人在一起肯定是，在一起比不在一起开心。如果说到了那天说，在一起不开心，还不如一个人的时候，那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那不是给自己找不开心吗？我是这么想的，不知道你们怎么觉得呢？如果说，就是人为什么要在一起呢？其实我不是特别就是就是从我的角度看来，就是结婚和不结婚对我来说其实都一样。然后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两个人关系非常亲密，然后他们的关系也非常好，但是如果有一天其中一方选择了，比如说出轨，对，那是不是对另一方来说没有保障，或者是如果没有领证的话，对另一方是不是来说没有保障呢？那你知道领证的话会发生什么吗？如果说一方出轨了，如果我离婚，会不会有一些赔偿？对，或者是极少，除非你你有证据表明你就是出轨的那个人跟过错方是吗？过错方他跟另外那一方组建了家庭，然后花了很多很多钱在那个家庭上。这样的话可能会说你把那些钱赔回来之类的，否则的话就是一点点的钱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因为它不是，就是你得证明说，那我的钱花在哪里了，花了多少钱花出去，是本身是这个被出轨的人应得的。如果没有这方面的话，你很难讲我的出轨造成了我们双方一起的多少财产上的损失。所以说，就算领了证呢，这个赔偿还是大部分情况下还是比较少的。所以你其实确实做了很多功课，我确实做了已经把所有不好的这个结果都已经预料了一遍。主要是很多人来问我，或者来那个劝我的时候，我就会好奇他们说的是不是就是真的。你也会把他们的一些疑问记录下来，然后去搜解决方法。他们怎么劝我的，我就说，他说那你出轨的话，他可以赔你钱，他出轨的话，那你那个能收到赔偿，我就查能收到多少，能不能收到赔偿？因为我会觉得大家下意识还是觉得结婚或者领证是个好事儿，所以为了劝你这个好事儿呢，就会说这个那个，其实你查下来之后发现好像也就那样，好像就还好。不知道它是好事还是坏吧，它其实就是一个形式，就是领证。其实我觉得会有这样的转变啊，我个人认为是因为在以前年代的时候，可能谈恋爱是谈恋爱，处对象是处对象，结婚是结婚，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包括接触方式、相处方式完全都不一样。你说像以前人家谈恋爱可能拉个小手都害羞的不行，但是如果是放到现在来说，大家可能相对于说比较更开放一点，思想解放，对，可能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相处起来会更加的亲密。是的，我觉得你说的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婚姻在今天和以前它的意义已经不一样了。对的。以前它可能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生存需求，对，或者是一个功能性的一个决定。然后到今天，它更多的是。我觉得是个人的情感的选择，我足够的爱你，或者我真的很喜欢跟你在一起的感觉，我愿意跟你绑定一生，这是一种更加精神层面的承诺。然后以前的话，可能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女性很难去工作，我们工作机会非常少，然后我没办法养活自己，如果我生孩子我没办法养活孩子，那我可能需要去依靠一个人，对，需要依靠一个有班上有钱赚的人。那现在可能我们的地位，大家的地位越来越平等，那女性也能赚钱了，那可能就不太需要一个人来养我。那这个时候我选择进入婚姻的那个角度就会不太一样了。其实我知道有一个，你说。就是好谦让啊你们我们俩其实经常这样突然两个人一起说，就是等一下有点忘记了OK， 我迅速回想一下啊，就是以前的时候吧，我想起来了，以前的时候感觉就是我跟你谈恋爱谈得久了，好像就是奔着要去结婚，但是其实放到现在来说，大家更注重个人的情感需求，就是如果说我跟你的这个情感需求达到这个点了，我可以去跟你结婚。但如果说，如果说我在你这里得不到很好的情感需求，我可以换一个人，对吧？就是现在感觉其实会更偏向这样子。以前感觉就是，
有一首歌叫那个从前慢，你知道吗？就是从前的慢，对，一生只够爱一个人。是的，也是一种信息差的一种变化，我觉得也是这个对的信息差异的变化。是的，因为以前我觉得你说的有一点很重要或者很对，就是以前是或者是很多人会默认结婚是爱情的最高级，我们相处，然后认识、约会、谈恋爱，后面就是结婚，对，没了。而且还有一些就是他们谈了很久很久的恋爱，比如说长达7、8年这种，那如果最后没有结婚，他们说就是会有这种情况，他们谈了好几年好几年，那感觉最后不结婚就会很可惜，对，就感觉得都谈这么久了，为什么不结婚呢？没有结果，但你现在回想一下，是不是觉得好像也没有必要？因为结婚了也不代表更爱，然后不结婚也不代表不爱，然后呢，8年的爱情长跑没有结婚，好像也不代表什么可惜。对，也有人比如说在一起2年结婚再离了，那哪种更可惜呢？就是或者就算不离他就是过得开不开心的，反正只有自己知道。这个事情感觉现在大家可能越来越不去认为结婚一定是爱情的最高级了。你们觉得婚姻和爱情的关系是什么呢？其实我有时候反而会觉得如果不领证的这个婚姻，可能它是更纯粹的爱情。怎么理解呢？因为它把我们传统意义世俗上的一些财产或者是一些其他物质上面的东西把它抛离开来了，身外之物。对，就是纯粹我们2个很相爱，我们所以选择了结婚，但是没有领证。所以我觉得可能某种程度上来说，信任，对，不领证的爱情反而会更纯粹。对，就是没有这些东西，我一样还是很爱你，对你一样的投入。也感觉是这样子，有可能。对，所以可能我觉得确实大家也不会把一定是结婚跟爱情和婚姻其实不是完全相绑定的。好像没有特别，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大的关系。其实好像有一个国家它是结婚可以选择年限的。是这样子吗？我不确定是在网上看到的这个信息是否属实啊。但当时他给我介绍的是，就是有一个国家，他的结婚是选择年限，在这一定的年限内你们是不能离婚的，但是到这个年限之后，你们可以选择续约。然后你一开始选择结婚的年限越短，你要付的那个费用越高。如果你选择比如说60年就很长的这个时间的婚姻的话，你要付的费用就很低。好像有这种婚姻模式。我有听说过。它本质上好像还是想鼓励大家长久的在一起，就是劝和不劝分的好人都是好人。你对于这种模式的话，你会有什么看法吗？我觉得本质上就是对我来讲没有什么区别，就是如果是我在那个国家，我也不会去领这个办这个多少年的这个证。我会觉得反正我如果就是挣不挣的都一样，那我1分钱都不要花了。就是我们反正在一起有没有那个证，不如把这钱拿去旅个游是吗？对，虽然可能没几块钱，但是觉得那我可能也不想花这个钱吧。我不知道。那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的选择比以前多了？就像你说以前很慢，然后认识一个人，然后可能这个街坊邻里就咱俩是年龄合适的，对，就那个村儿就这几个人，然后就这几个男丁对，然后你也就从这几个男丁里选，完事儿一在一起就可能一辈子就过去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有很多选择，我们有很多软件可以刷，对，有很多渠道，对，可以认识不同的人。那你会觉得现在的生活从谈恋爱角度来讲是更开心的吗？我觉得会是更开心的，因为有了这些东西，我觉得让我们的恋爱会更加的丰富，更加的充沛。我们一起能干的事情有很多。如果说是以前可能就真的就是柴米油盐，但如果现在的话，我们可能一起出去玩都可以玩好多，在家里我们也可以玩很多。那小侯觉得，我觉得现在的恋爱好像更注重于体验，对，以前的恋爱或者婚姻更注重于生活，现在可能会想要一起做的事情会更多。对，以前可能就是忙于生计啊这样子。现在我觉得大家更注重的是情感共鸣，一种情感的连接，情感的慰藉。确实，一个可以依靠的肩膀或者是一起玩的人。对。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现在有更多的选择，然后有更多好玩的东西，更多认识人的渠道，这种自由和我们现在结婚率越来越低有关系吗？我觉得应该是会有一点关系的。那你可以说一说。我想想嘛，但是我需要就是梳理一下。那你梳理一下。梳理一下。我觉得应该是会有的，因为你说根据现在这个大家能够了解到的东西更多，然后使更自由，使大家的这个结婚率变低，因为说白了，就是现在我不可能就只能跟你，对，我不可能只跟你就谈的几十年，我又不可能跟你就我觉得自己快乐最重要啊。我跟你谈，如果我能从中获得很开心，那我觉得就够啦。如果我跟你不开心，那我觉得就及时止损，对吧？那你觉得你会想结婚吗？我曾经有标榜过自己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以前就是包括现在，我秉持的态度就是我不排斥结婚，但是首先我是不相信有一个人能够让我100%去完全依靠他。其次是我觉得在我没有足够的能力或者说足够的经济去支撑起一份家庭，支撑起跟伴侣的这个共同付出，那我是不会选择去结婚的。我会对婚姻持就是如果我不能够为他负责，我就不会结婚。哇，好有责任心的一个女人。确实真的是这样。我是觉得啊，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大家结婚率变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觉得思想上的进步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提升，还有女性地位的这个提升。因为我觉得可能很早期就是女性她的这个社会地位可能没有那么的高，可能会有一种程度上会在受压迫啊，可能需要靠婚姻来提升自己。但是现在我觉得完全是没有到那个，就是女性没有到那个必要了，就觉得他们对于结婚来说，对于他们来说，结婚并不是一件必须要的事情。对，是的，就并不是女性的生存需求。对，然后当女性自己也能成为自己的经济的支柱的时候，她不需要别人来支持她的经济的时候，好像对于女性来讲，结婚的理由比以前比女性地位更低的时候就少了一个。其实在男性的角度上也有一些不结婚的理由，我觉得很大一方面的理由来自于现在的经济需求。可能在很多人传统的观念里面，就是在结婚之前可能还是要男生先准备好一个房或者车，或者是有一定的财产之类的，有一定的存款之类的，就是以帮助这两个人以后成立家庭能够更好的生活。对，所以对于男生来说可能这方面的压力蛮大的，因为现在其实说实话经济没有那么的好，赚钱其实蛮辛苦的，而且房价也比较高，所以可能很多时候男生在一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会头大，他们可能也会选择不结婚。确实我要是男生我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压力，就是可能虽然我非常希望是女男平等的，然后大家都就是有房有车，然后再去考虑自己的。就像你刚才其实也你可以说就是你也想了关于婚姻的经济的问题，可能女生男生都在想这个问题，但是传统意义上还是男生受到这方面压力确实会会多一些，所以可能男生也不想结婚，然后女生也不想结婚，对，然后确实。那个对，就确实大家年轻人的工资可能大城市里大家能赚8、9千不错了，那结个婚准备的什么房啊车啊，就是婚礼的钱啊，可能就要100万，是，然后大家就觉得啊，想想就头大，算了。而且通常就是买房其实要掏空家里好几代人的积蓄，好多个家庭一起，对，是只要是女男同居的情况出现，不管是否结婚，我们都会发现女性在家务上花的时间会比男性多，一般是2到3倍。对，然后比如说这个家务包括但不仅限于什么收拾房间啊、洗衣服啊，然后如果双方有孩子，可能带孩子，双方互相的家里有老人，那女性照顾老人，然后这些呢都是没有被支付的。对，如果我家雇一个小时工，然后来那个我家扫一遍地，然后2个小时，那我要给他100块钱、50块钱。然后，但是一个家里的妈妈天天做这些事情，那个妈妈就没有被给这个钱。然后
其实他这个时候就付出了隐形的家务劳动，但是没有得到相应的报酬。然后这个事情，如果说这个女性独居，她就不用多花确实这个时间和精力对去打扫，或者是她只打扫自己的就可以了。对，对是这样子的。所以对于这些女性来讲，她肯定觉得哦，那我一个人可能更舒服呢。包括那些年纪比较大然后分开的，就是老太太老头儿，可能更想找另一半的都是老头儿，因为他自己不太会生活了，他自己好像照顾不好自己，他还是想找一个人来照顾他。那老太太就会想，那我凭啥照顾你呢？然后老太太就不想再结婚了。哎，那就是在我们这个年龄层的这些男生和女生当中，会不会对于比如说隐形家务这个事情的这个数据统计有所改变呢？就是可能之前的统计的数据可能会偏向于我们的长辈或者是比我们年纪大一些的人，他们那个时候年代可能就是这样，就是女性会承担更多的家务。那到我们这个层面，或者是比我们更小的这个年龄层，会不会男女的这个做家务的这个稍微平衡一点，对，会不会平衡一些呢？我很期待看到更新的数据，我也没有查到就是专门做年轻人的这个数据，但是我记得有看到，好像比如说女性受教育水平更高的话，那这个相应的就是做家务的比例有所降低，但是还是比男性付出的会多一点。从数据上，当然我们说个体家庭当然是有比如说家庭主夫或者是更爱搞卫生的男的，就是肯定也是有，但是整体上从结构上好像确实会出现这个情况。那你和你的先生在家庭当中，对啊，就是家务分配。那我们来聊一聊，那就是说我现在呢出现了解决家务问题的新型方式，就是我们可以请外面的小时工啊，或者是扫地机器人啊，对啊，然后对保洁阿姨或者保洁那个叔叔，一个，然后就是扫地机器人啊什么的，洗碗机啊，洗碗机啊，就是有更加高科技的，或者是其他的可能性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对我们这一代人哇是特别特别棒的一个事情。我们之前经常因为家务的事情吵架，因为我是博主嘛，然后我家里就是衣服啊什么的很多，对，很容易就堆起来了。对。然后你说他就天天来问我，他说你这衣服要不要？我说我还能不要吗？我也不能扔掉。他说那你这要不要？啊，我都给你放那儿了，行不行？我说你这样放我找不着啊。对你别动，对，你不要动。然后他说你都放地上，我看着很难受。他有点洁癖，他是那种就是他是一个很 organized 很 J 人，我是 P 人，然后他就很看不惯这些东西无序的，对无序的东西，他就很痛苦。然后我当然也理解他的痛苦，我也不希望他痛苦，但是我也没有办法呀。然后最后就因为这个事吵了很多架，最后解决方式就是搬一个更大的房子，然后找人来收拾，然后再加上高科技的什么扫地机器人，各种机器人，是这个也算你们两个人相处当中的磨合的过程。绝对是的，真的吵的就是非常厉害。当时在解决这个问题的阶段，其实我觉得只要有同居经历的情侣。别说情侣了，室友，我觉得10有8九都要为家务的问题吵一吵的。其实不光是男女之间，确实，甚至是同性别的，对啊，就你跟大学室友可能相处之间都会有矛盾的，对啊，更别说每个人生活习惯不一样嘛。对，因为确实人其实是独立的个体，是的，你非要把它绑定到一块，肯定会有一些摩擦的、磨合的地方。反正我们家我对象他确实比我更加难以忍受乱啊什么的，所以他就会谁更忍不了谁就会多做一些。确实是这样子。然后我也非常的就是心怀感恩，然后感谢他。感谢。我突然想到，就是还有一部分人他不选择结婚是因为恐婚啊，好像会有人说恐婚，因为我有遇到过，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当时之前他其实马上要结婚了，跟他的那个另一半，他突然就是那天他们商量好要去领结婚证了，他突然就是早上起来了，爽约了，他不敢去，他突然不敢去了，他就说今天这个证要不先别领了，他就害怕，他不知道在害怕什么，他就是恐婚。你觉得他在害怕什么？猜测一下，我不知道，一点都猜不出来。哎，我能方便问一下，是恐婚的那位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是女。你猜猜他为什么？这个女生为什么恐婚？我觉得他可能有这样子的一个顾虑，说
我真的就要跟这个人共度一辈子了吗？我难道就是接下来的日子每天都要跟他就是朝夕相处，就是共进出、共患难这样子？然后他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疑虑，他可能也不太能够确保自己是不是真的没有想好吧。我觉得真正就是你说要去领证啊，说结婚，那其实真正到了要做的那个事情的时候，其实还是会有不太一样，会犹豫，会有还是会去考虑思考的。那他们要领证的这个行为是有外界的压力吗？比如说他的父母说，哎，你们是不是到这个年纪相处了这么久了，要不要领一下证？那我觉得可能有倒不是这个，是年龄的那个。就是他觉得自己到年龄了，对，然后觉得该领证了，对，那其实就是没有完全的想好，对，其实他是觉得该领证，但是没有说真的想领证，所以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很多时候，对，因为他跟我有聊过，他说我当时就特别害怕，我在不停的问自己，我不爱他吗？我很爱啊。我不信任他吗？我很信任啊。但是他就是那天死活就出不了那个门。那你们觉得人天生是，适合这个婚姻制度的吗？就是人是，如果我们都在大自然里自由的裸奔，Oh no， 我们会发展出一夫一妻制吗？我觉得人之所以是高等动物，就是会因为有约束。小红好，小红每次都很认真的。就是说一些很文明的话，对，让我自惭形秽。因为不是这个原因啊，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很多时候，如果就是没有这些制度啊，或者是一些约束的存在的话，无法无天了，人就我没有办法想象人类会不会发展到现在的这个阶段。就是人的发展肯定是文明的发展嘛，对，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人文明在发展初期的时候，比如说一夫一妻制，那我们就来聊一聊一夫一妻制是怎么诞生的。但中国之前不是一夫一妻制，对啊，那是怎么发展过来的呢？这个发展的历史我不清楚，但是你刚刚说那个人类的文明，人类总是向着更文明的程度发展嘛。那我们现在发展到了一夫一妻制度，是不是可以说明我们的一夫一妻制度比之前的一夫多妻制度要高等呢？那那比如说一妻多夫，也不是，就是我们我想说的是。假设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在文明发展的阶段，我们发展出一妻一夫制，它有它的历史的原因，那它还适用于今天吗？当我们今天因为科技的发展，我觉得是个不可忽视的，就是以前呢没有科技，然后人就是得耕地呀，然后得那个打猎呀，就是 whatever，那个时候是一套活法，但是今天呢，像我们有了科技，然后女性也能够去，哪怕我的力气不如一个男性大，但是我也可以赚到一份钱，我可以养活我自己。然后呢，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服务在社会上。那这个时候还适合我们吗？这是我的问题。那你会觉得什么样子的制度适合现在的我们呢？我会觉得，我斗胆发言，我觉得再过个100年，可能婚姻这个制度或许就不存在了。然后呢，可能大家是会有比如说一些缔结的合同式的一些关系。如果当我们一起决定去，比如说咱俩我说要一起养一个孩子，我们可能会签好呀，你们俩在干什么？我不知道，是一起养一个小孩，然后可能我们就需要签一个合同，然后我们说我们这个钱存到哪里了，共同抚养用这个给这个小孩怎么用多少什么什么，然后我不一定选择跟我的对象一起养一个孩子，我可以跟你养这个小孩，然后我可以跟我对象，我们俩可能更加喜欢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我跟你是养孩子关系，我跟那个人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关系。我觉得以后我们会更加 compartmentalize， 我们会把我们的需求更好的去外包出去，而不是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因为很多人你就是可能很爱他，但他就不会是一个很好的妈妈，或者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爸爸，那怎么办呢？你如果想这些问题，那如果突破了一夫一妻的限制，或者突破了婚姻的限制，或者是现有的现存的关系的体系的限制，那我们能想象的世界可太大了，就是我们能想象的关系可太多种了。确实。但这样人际关系会很复杂，这个社会的复杂程度也会非常非常高。是的，这个可能需要，可能很多问题都没有办法能够及时的保障。
就是需要慢慢的，我觉得会慢慢发展吧。只是说，因为你看结婚率现在已经越来越低，那是不是有一天它就会低到一个，比如说10%的人结婚了什么的，那好像它就不是一个主流选项了。那这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怎么大家拿什么去处关系呢？然后我们俩在一起同居了，然后我们以后假设要分财产，但是我们又没有这张结婚证，那怎么办呢？可能就会有像国外已经有了一些，比如说那种同居的就是关系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吧。我觉得它会变得更细分的，所以斗胆，我就觉得100年之后这个关系肯定会变得更细分。但是这些是在一个框里的，是吧？你说也可以没有框，你也可以过没有框的生活。啊，没有框的有点太无法无天了。它的框是指约束，对，法律的就是约束。规矩。对，比如说你现在有婚姻法的存在，但是你不结婚，你觉得你很无法无天吗？但他总活在那个刑法和宪法的这个约束里。刑法宪法，我又没有聊刑法和宪法，我只想跟他去养小孩，我又没有要杀人放火，就还好吧，我觉得没有说什么没有法律了，倒是不至于。你说以后可能会发展出养育法之类的等等。对，就是关系的形式会变得更多样，可能我们的法律变得更加细分了，它可以保障更多种关系了，而不是只保障一个女的和一个男的的就是所谓的夫妻关系，它可以保障。比如说4个人的关系，或者是2个女生2个男生，或者就是各种各样的关系，它都可以保障。其实就相当于把什么雇佣关系啊、合同关系，就是不断的发展和拓展。是的。你的想法很多样啊，真的吗？你不觉得就是我们自然就会有这样的怎么说呢？需求或者思考，像你就思考我最长恋爱我就谈3个月，然后我如果没钱的话，我也不想说就是走入一段那个紧巴巴的婚姻关系。那你就说，那婚姻对你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呢？那你到底想要什么呢？你想要的会不会就是你这辈子就想谈3个月3个月假设啊，3个月的恋爱，然后假设啊，然后当你想要孩子那天，你有没有想过，就是他一定是要一定是跟一个人一起养吗？或者说只能跟一个人一起养吗？能不能4个人一起养？然后或者能不能你自己养？等等等等，就会想你真正的需求是什么，而不是说被规定了这有一套那有一套，你要么选这套，要么选那套。你把这些框都拆掉之后，你想我到底想要过一个什么样的人生？但现在是不是已经发展成了就是夫妻双方啊，就是男女之间不领结婚证也可以就是生小孩可以啊，可以啊，是吧？如果像我们这种情况要生小孩就稍微复杂一点，但是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就是也鼓励生育嘛，像单亲妈妈，我也可以给孩子上户口，然后我孩子跟就是孩子的父亲做一个那个亲子鉴定。但是要花点钱，好像还挺贵的。然后做个亲子鉴定，就可以证明他们那个就是生物学上的血缘关系。对，血缘关系。那之后，比如说就是如果说要分财产或者什么的，那就也说得清楚。对，我好像有看到说这样子的一个规定。是的。那你会考虑就是以后养育一个小孩吗？我还蛮喜欢小孩的。真的。是的，是的。可能就是你们还有点小，所以可能还没有到考虑这个时候。因为我31了嘛，然后也确实也查了很多资料，就是女性确实在35之后生育能力可能会下降。但是我现在也确实觉得我现在还没有时间或者没有准备好生一个小孩，但我觉得我这辈子或许还是会有一个小孩。对，所以感谢科技，我可以去考虑一些比如冻胚胎啊，或者是一些冻卵啊这样的方法，这样我先弄一个我的卵，然后我5年之后10年之后我再怀一个自己小孩，但是我卵子质量还是我31岁的质量，然后觉得就OK 就很好。那确实那很棒。你会愿意考虑就是生育和养育一个小孩？其实我了解到很多女性她不考虑结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她不想要小孩。这个也确实有很多人是这样的。你的想法是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我的看法是，我觉得，哎呀，责任感又来了。当你没有足够的准备之前，不是，因为我觉得生一个小孩下来，你对他负责。如果说我没有相信自己的能力，说我能去养好这个孩子，我能够就是让他吃好穿好，给他爱，然后让他长得很好，那我觉得我就不会生这个小孩。我让他来遭这个罪干嘛？哇，你好有责任感的一个女人，真的。确实。对，而且说实话，生育一个小孩确实对女性的身体有一定的伤害。是这样的，是的。小侯想要小孩吗？我其实还蛮想要一个小孩。他很喜欢小孩。对。
是，哎，但男性反正可以有很长的窗口期，都可以要小孩。对对对。然后刚刚就是聊结婚的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忘记说了，嗯，就是你们很多朋友就是可能不愿意结婚，然后我有个朋友跟我年龄一样大，他就是迫切的想结婚，而且他现在也在读博当中，就是他现在的目标人生就是找到一个喜欢的人，然后和他一起结婚，幸福的过下去。然后我觉得其实现在这个观点还蛮少见的，我也觉得，就是一个人就是迫切的想结婚，而且是一个高知女性，我觉得还蛮难得的。然后我就其实有问过他，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这么想结婚，去找一个人跟你过一辈子？他就说他想要幸福，他想要有一个依靠，想要有一个港湾。对，因为他总是觉得自己不能够很好的被一直爱着，所以他就迫切的想找一个人能够一直的爱他，然后和他结婚，给他一定的保障。可是结婚了，他也不一定一直爱你啊。但是他觉得结婚是给他一个保障的方式。他在脑海里已经把这两件事划等号了。对，他把这件事情定义为幸福。希望他可以找到他的幸福。我也当然希望他找到他的幸福。我刚才在想，会不会因为他自己家庭，其实我第一反应是他自己家庭一定非常的好，非常幸福。他从小看的很幸福的妈妈爸爸，然后他就也想要这种。但是你又说他好像很难感受到自己被爱，那或许也不是这样，就可能是反面，他可能没有感受到过被爱，所以又很想要那个脑海里的很完美的那种被爱的感觉。对，然后又被跟婚姻划等号了。嗯，但这也是种建构，就是我们会把婚姻跟幸福划等号，这个事情也是来自于长久以来的，比如我们从小看的动画片啊，我们从小读的书啊，对，它都是或者是我们看的一些言情偶像剧，对，他们最后的归宿就是举办一场婚礼，然后要求婚，幸福的生活在了一起。对，就是王子和公主结婚了，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在一起。但其实这都是就是建构的，就是他们有人写出来、画出来给我们看的，但好像不是我们或者说没结过婚的人怎么知道这是不是真的幸福呢？就也不是我们真实的体验，是别人说给我们听的。因为一个故事总是需要一个完美的结尾，不可能就是两个人 happy ending 是吧？对啊，就是肯定是同一个程序，然后来展现他们幸福了，所以可能很多故事就会选择让他们结婚。有可能，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构思好的，就是你完全也可以说他们在一起了，然后幸福的生活了一辈子。你完全可以说他们搬进了一个大城堡，幸福的生活了一辈子。但是不一定说他们结婚了，但是有些地方就会刻意说他们办了一场婚礼，他们结婚，就是浪漫化，婚姻的浪漫化。婚姻是被非常高度浪漫化的一个行为，虽然它本身我们都知道它一张证，然后它也不能保证爱情，它也不是爱情的保鲜膜，但是就是会有很多的电影啊小说，它会让我们觉得婚姻很浪漫。有一部电影，你说，我感觉是，突然想起来一下，我们就是总是灵光乍现。我突然感觉啊，我自我感觉一下，是不是婚姻有那种有唯一性？在一起也有唯一性啊。但是婚姻的话就会犯重婚罪，如果你想同时跟两个人结婚的话，也不是，一种感觉，就是你说的你那个朋友，他希望就是结婚，然后有一个人一直爱他，我觉得这应该就是婚姻的唯一性吧。我刚刚想讲的是一部电影，它最后的结尾是男主抢婚，带着那个新娘跑了，然后坐在 bus 里，对，然后就是导演一直没有喊咔，然后让他们最后其实是一个很尴尬、很局促的状态。其实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他们进入婚姻之后就是会局促不安，就是不知道未来的结局是什么，可能不会一直幸福下去。是的，你知道这个电影？我有看过那个画面。对对对。那很经典，最后两个人就是一开始就哈哈哈哈，很开心，然后就是笑容凝固，然后面面相觑，这种也不知道该干什么。对，那就是王子和公主搬进了大城堡，然后幸福了一阵儿之后开始大眼瞪小眼直到生出一个小孩，然后天天忙这个围着小孩转，黄鸟不爱。这个童话故事就没办法这样的结尾，这就不童话了。好像不是很童话。确实。然后其实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不结婚的原因有很多，包括比如说刚刚安啾提到的，我可以自给自足，我能够提供给自己一定的精神价值，我自己也能够给自己的
生活提供一些保障，我能够有一定的收入，他嗯，们就自然而然就觉得好像没有必要要去结那个婚。是的，嗯因为之前那个婚姻的功能性，我觉得还是蛮强的，包括就是以前，因为其实以前经济不好，大家就是吃不饱饭，然后你两个人在一起，可能才能能比如说置办一些房子啊，然后一起就是买吃买喝，然后一起互相养老。然后现在好像我们比如说，虽然现在看起来还有点草率，但是我们可能会有养老机器人帮我们养老，可能就不需要另外一个人养老。虽然现在看起来是我们在给机器人养老，但是总有一天相信科技会发展的更好，然后养老可能也不是一个问题。然后最后发现人，就是感谢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让我们一个人也能活得越来越好。好像婚姻这个时候就不是一个必选项了。对，我反而觉得以后婚姻就会变成那种，就像你说的，它好像会变成更加，就是在以后它会变成更加纯粹这种东西，就是你完全不需要领证了，你不需要婚姻了，你一个人可以活得很好，你还想跟另外一个人就是约定终生，哇，好好很幸福，很浪漫漫啊，这是对真的很浪漫，极致的浪漫。哎，那我其实想问安就一个问题，那你觉得现在很多人选择不结婚，你觉得他们是清醒呢，还是只是纯粹叛逆呢？我觉得都说不上，这个就跟那个，比如说我饿了我就吃饭，我不饿我就不吃，这个人是清醒呢还是叛逆呢？他只是不饿，我会这么想，就是只是一个需求而已。我需要结婚我就结婚，我不需要结婚，那我就选择一个人对，生存下去。就是不饿的话就不吃饭了，也没有，我觉得我没有给这个结婚率低或者离婚率高，我没有赋予什么更加深刻的含义，就是单纯大家意识到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了。然后，那你觉得离婚率高不代表现在的人不幸福？如果离了婚更幸福的话，那岂不是离婚率越高，大家越幸福？我看过一组数据是这样的，就是尤其是人到老年之后，幸福的指数包括健康的程度、长寿的程度，确实跟你身边的人是息息相关的。然后那个数据是说，什么样的人最健康、长寿、幸福？那就是跟一个很好的伴侣，也不一定是伴侣啊，就是很好的人际。包括伴侣肯定是很大的一部分。如果这个人有伴侣，然后朋友啊，然后伙伴啊，跟很好的关系的人在一起的人，他是最幸福的。然后第二层，第二幸福的就是单身的人。然后最惨的是跟一个很糟糕的人在一起，然后他就会寿命也会降低，然后健康也不好，然后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所以说，如果你离开的是第三层的这样的关系，那你肯定是跃升了，你肯定到第二层去了，你从结论上讲肯定更幸福了。要究其原因是吧？对啊，为什么离婚？对啊，如果离婚是为了更快乐，那我觉得离婚率高也不是什么坏事。确实。那不结婚是不是可以赋予我们更多的自由呢？这种自由不好说啊，我不知道。什么自由？我觉得不结婚的话，就是首先我觉得如果在单偶制的关系里，就是说好了就咱俩，没有别人，那在这个关系里，不管我结不结婚，我都不应该去就是跟别人建立其他的联系。对啊，那就是那就算出轨啊！你不是只有结婚了出轨才叫出轨的？确实，对啊，谈恋爱出轨也是出轨，也要写小作文骂他，那肯定是都不行。那也是劈腿啊！对啊，那也是劈腿啊！所以说，我不觉得不结婚给了更多自由，我觉得只要在单偶制的关系里，结不结婚那个自由程度其实一样的。但是呢，确实有很多人会对法律的约束比较敏感，然后会觉得 OK， 我就是法律约束我们是情侣了，所以可能不敢了。对，可能会有人因此就是收敛一点。对，确实会有这样的人可能很多人存在。就是在只是谈恋爱期间，就是说还可以去那个自由的发展，但是结婚之后确实会说，哎呀，我已经结婚了，我可能这样做是不是不好？对，但其实从数据上来讲，其实也就是结了婚的大家也出轨了，就是该出的还是出啊，对，分人是吧？而且甚至有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数据是，女性和男性的出轨率，你们可以猜一下，
我看过2个数据，一个是西方的，忘了是哪个国家，西方国家，一个是中国的，然后已婚的调查问卷就问他，然后他自己回答我是不是就这种有没有出轨过？对对对，然后调查问卷显示，应该是匿名的吧？这个调查问卷，这肯定对，不然的话，好是谁会，不然的话都是没出轨。就是女性出轨的，就是百分比吧，%多少的人出轨过？女性和男性，你们可以猜一下。先说西方这个数据，3:7。没有，就是多少的，比如70%的男的出轨了，30%的男的出轨了，就是不，他俩加起来不一定是100%啊。他不是，就是女的和男的可以同时出轨。不，我的意思就是明白你的意思。对对对，就是多少的那我随便说一个吧，我先说西方嘛，西方的女性可能其实我觉得西方和中国差不多啊，我都猜女性是20%，男性是60%吧。你觉得呢？我觉得西方和中国可能不太一样。是吗？你就先说西方，你觉得西方的是多少？我觉得西方应该是，差不多，也是60-20，男女差不多，但是多少的人出轨？就是10对情侣里，10个人里面有几个人说他自己出轨过？那我先猜一下，西方的可能是，女生40%，男生40-50%。西方的数据他猜的更准一点，因为我看的那个数据他是说的，我忘了是他算了结婚还是情侣还是怎么着，然后对出轨定义我也忘了，他是说一定是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反正他全都算上之后，他说男性有67%，然后女性有63%，就是50步笑100步也没有差多少。然后国内那数据我是前2天看的，但我也不太确定那个数据统计来源是不是诚实的。对，他大概好像是说男性是30%多，女性20%多。我肯定有人他就是出轨了，然后说没有，撒谎了呢，匿名都要撒谎。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这个女男的出轨率其实没有差很多。对，我像你就会觉得男性是女性出轨的3倍之多。对，因为在我印象中好像是这样子的，就是给我的刻板印象。但说明我其实刚刚就是西方的我猜完，中国的其实我也是猜的是男生会多很多。但其实好像就是没有想象中差那么多。确实。所以可能我不知道，可能大家都有需求去出轨吧，都有点自己的想法。这个是不好的啊，这个是不好的，这个是不好的哦。我们只是在讨论，不要出轨哦。在说一些数据。对。那接下来就有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如果说有这么多人出轨，那么为什么大部分人还是在坚持单偶制的关系呢？其实我没有太明白单偶这2个字是哪2个字。单偶就是单独的配偶。然后对应的是多偶。就是还可以多。我觉得可能是那个打开了，怎么聊个 podcast， 新世界打开了。我觉得可能是那个，首先是管理上的好管理，就是因为你多偶，你多对多一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就是你对吧？它这个交织的群体就很不一样。第2个就是我觉得健康的问题。确实。你让我想到那种就是养鱼的，一天回800个人的消息，手机就是备注还打这个谁身高多少，体重多少，脸都忘了，坐标在哪里。因为1对1匹配永远是最好，当然管理和解决的。是的，人多的话感觉很复杂。很奇怪。那为什么又有60%的出轨率呢？如果人多复杂，纯坏。坏，这些人60%人都是坏人。也没必没有小不理解你。也有可能，我觉得是，或许他在他的伴侣这里有一些东西是在这里得不到的，这边可以提供给他。有可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多偶的遗产分配问题。多偶不一定都有小孩了，或者我还真的没有见过是谁多偶，然后完事仨人生活在一起，然后有2个小孩，分别是这一对和这一对的。那也好分啊，就是好分吗？不好分吗？我感觉是一个比较
复杂的问题，好复杂，而且其实会有那种明争暗斗的感觉，哇不知道是我塞电视剧看多了还是要怎么样。斗起来。大如果宅门看多了，如果是多，这一夫多妻的话，对啊，嗯它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争财分配的问题，遗产分配的问题啊。但反正我也没有那么多遗产好分配的，我觉得确实自己都不够你用。有很多遗产可以分配。我没有，对不起，我家也没有皇位要继承。反正有可能确实你说的对，就是很复杂很复杂。嗯我觉得大部分人也不太想撼动这个，但莫名其妙的大家反正出轨率还是挺高的，所以我就会想，如果是这样，那干嘛人要这么折磨自己呢？就是人如果天性里面就60%人就是想出轨的，那为什么现在还要死守着这个单偶制呢？为什么大家不都说好了？那就是你偶尔可以，我偶尔可以，怎么样？其实好像有点类似于开放式关系哦，就是开放式关系了，哦就是多偶制，开放式关系是多偶的里面的一种。哦，就分开放也分很多种不同的开放，反正就感觉斗胆一言，我觉得以后这种可能关系也有会更加多。有一部电视剧叫《黑镜》，里面有一个哦好就是像知道讲他们3个人相处生活在一起的这一个单元我没看过那剧集。集，哎，是黑镜里的哎这个吗？还是那个致命女人啊？哦，好像是致命致命女女人致命女人第2季，对不对？第一季啊第一季就是有一个男生和那个2 J 个的那个女生，啊对对对对就那个眼睛超级蓝的对对对，那个女的，最后他们的结局是不好的，很糟糕，对对是对非常糟糕，所以给我的印象就是不好的，不可靠的，不要 open 对对对 relationship 对对。好的，确实嗯确实，啊，当然现在好像还有一种新型的，就是情感寄托的方式，数字化的 AI 的，对或者是那个纸片人，对纸片二人。次元这种你们觉得算出轨吗？如果我同时有一个对象，然后我同时在跟那个某一个游戏上的人，就是叫老公，这个算出轨还好吗？这个我吧觉得算哎，啊，你们两个先不是，如果吵一架你就是玩就是恋与深空或者恋与制作人这种一个完全纯虚拟的角色啊，就是的话，纯虚拟。就是纯虚拟我以为你说的是游戏当中但是那个也会对方是个真人操啊控的那种。不是，那不是。怎么可能？我说就是恋与深空这种。哦，这种我觉得也不算，这种对这种不算了。我以为你说对面也是没有一没有没有，个人。但是很多人就是会管就是恋与深空里的角色叫老公啊。哎，但我有一个朋友，他之前会在游戏里和别人结婚，就是游戏角色 QQ 当中的飞车吗结婚，但他现实当中也有对象。这个就有点微妙，他对象知道吗？我不确定他对象知不知道。那就是不知道。那你觉得这种关系是属于？我觉得是对我来讲是很微妙的出轨边缘吧。我觉得，也取决于他们一天到晚在那个游戏上都聊了什么。但他只是说我们只是游戏角色结婚啊，只是游戏需要啊。这不重要，只要我觉得不舒服，你要考虑到我不舒服。玩不了这个游戏吗？哦，可能是个结婚游戏。可能结婚了会有一定的加成吧，就是对于人物或者是技能有一定的加成。那我觉得这个就我会觉得这里就涉及到伴侣沟通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聊感受嘛。我看到你在游戏里跟别人穿婚纱，我心情不好。然后我不希望你这样做，那这个时候看对方怎么回应了。他如果说我就是那个我没有这样的话，我就没有一个加成，怎么着，那我都吃醋了耶，我都想玩啊，那我觉得这就不行，这样就不行，就没有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对的，好歹你可以跟我更好的去沟通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这个没有什么呀，这个我觉得就完全没有做好伴侣沟通。是，确实。但也有可能沟通完之后，我发现确实不是出轨，确实你如果一结婚，我靠，你能获得那么好的一个皮肤，我都心动了，我也想找个人在游戏里结个婚。如果这种程度的话，或许我还能理解，但是前提是2个人一定要沟通顺畅。确实。其实我身边还有一种低结婚意愿的人群啊，低结婚意愿的人群就是追星的人，他们会有很强烈的情感寄托在自己的偶像身上，对，所以他们可能会选择。甚至都不谈恋爱，就是没有遇到好的人。有可能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跟那个纸片人也差不多了，就是他们喜欢的明星肯定也不是完完全全的那个明星真人，他们也寄托了自己强大的一种投射或者是一种完美的想象在那个人身上。对，那你喜欢上这个人的时候，那确实谁都看不上了，那谁都没有这个完美的人好。
对，也没有什么结婚的必要。因为说实话，纸片人他可以把这个角色塑造的很完美，很理想型。对，而且 AI 来了，你想听什么他就跟你说什么，谁能比得过 AI？ 对，谁能有 AI 会聊？还有就是有人说，就是会有一部分群体，他们会真的相信《恋与声空》的人，就是里面的角色是真的存在的。应该我有听说过，有真的，他们就是真的把他当成自己的老公。那可能也是他所需要的吧，就是这是他某种构建的现实啊，也确实我有看过什么日本就有人跟那个对吧，跟那个玩偶或者是二次元的形象，跟这个纸片人办婚礼，对。然后其实也带动了很多经济。我前段时间也刷到那个视频，就是比如说我请几个 cos 成我喜欢的纸片人的角色，然后我们一起在一个那个人真的花很多钱，就可能10几20万那种，就是在海边包了一片场地，然后浪漫的那个烛光啊什么的，就好像真的是一场就是纪念日啊，或者是婚礼的一样的东西，然后请那些 coser 来，然后一起吃饭啊什么。好像有，我也刷到过，就是有一些，这个好像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出什么2个字的，但我忘记了，就是请这些 cos 来出 cos。出 cos， 我也想说出 cos。我也忘记这个名词了，但是不重要了。哎，那从此之后，他会跟那个人一起生活吗？那如果生活的话，每天都要弄成 cos， 那应该没有，应该不是一起生活，就是偶尔。我说那个活动是一次性的，然后那个结婚的我不知道怎么样。他这个活动主要是给他提供很好的情绪价值，给他一个很好的体验，仪式感是吗？对，是的。而且他要求这些 cos 一定要符合这个人设和角色的这个神态或者还要还原度是吗？对的，对的。所以这样他就也不需要别的了，他这想要的都能满足了，就挺好的。关键道理还是要赚米儿。我也是觉得还是得有米儿啊。有了这个经济支持之后，你想要变得开心很容易。也感谢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服务，让我们变得开心这件事情也变得稍微容易了一点。确实。就是可能让我们获得快乐的方式不再是通过简单的谈恋爱，或者其他人也可以给我们提供情绪价值，不就是情绪价值吗？确实有的是方法。其实我们刚刚聊了很多关于不结婚的原因，那我们可以聊一聊很多人愿意选择结婚的原因和态度。我觉得我们也聊了一些像你说的，比如说安全感啊、依靠啊，然后包括双方，比如说有一方经济上需要支持，或者是他做了很多经济上的牺牲，他需要被保障，这些都是很好的领证或者结婚的原因。再包括咱们刚才聊的，可能他是非常非常纯粹的，就是我什么都不需要，然后我什么都有，我什么都可以，给自己，但是我因为真的跟你很合得来，真的很爱你，我愿意我们一起携手走入婚姻的殿堂，这是一种承诺或者证明，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结婚的理由。还有其实就是一个生命深度体验的一个过程。我可能一个人的体验有限，我想邀请你能够参与我的生命，想要能够和你一起见证我们未来的生活，他可能也会选择结婚。那这个不结婚也可以见证啊，在一起不就好了？又回到那个，我们还是聊结婚的理由。对，我们聊一聊。其实我感觉，它作为一个法律上的一个，怎么说呢？一种凭证，一种法律关系，我觉得它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的。其实就比如说开公司啊。你可能和很多个人一起合伙，那肯定是要有合同的存在嘛。对的，这个其实也是法律保障你们各自权益的一种方式。是的，其实结婚对于2个人相处来说，可能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经济上的一种对合约。这个我觉得前提还是2个人，就是比如说经济比较悬殊，或者是对这个关系投入的金钱非常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合同。如果2人反正大差不差，你月薪6000，我月薪5000，然后咱俩就是租个房，一块吃点外卖，也说实话，你说我能有多大的经济纠纷？就也还行。就是像我们普通年轻人赚点工资，然后一起花这种，我觉得好像也没有到经济纠纷的程度。但是比如涉及到买房买车这些，我觉得就是还是很有必要用就是合同所谓的结婚证来做一些规范的。当然还有一群人就是真的是
因为爱就选择了结婚，这我相信也是很大一部分人做出的选择。是的，我其实有一个朋友，他最近就是他暑假刚领的证，他们领证是特别特别随意的，他们其实2个人都还在上学。你们很小，我刚想说你们还很小。对，我那个朋友甚至比你还小，比我还小，然后她的男朋友比她还小，他们就是刚满法定结婚年龄。那也倒也没有啊，就是就是相处之后觉得很幸福，然后就有一天好像就是非常临时的就去把证领下来了。对，哇塞。但是确实结婚是需要一点冲动的，是，像你那个朋友可能那天想太多了，他就没办法去。对，他可能前几天是冲动的。对，而且现在就是领证，他不需要户口本了，就带身份证就可以去领证了。这样很方便了。确实，我看什么在哪儿，在什么游乐场还是在什么地方也能顺便领个证。好像地铁站可以。顺便嘛，领证都是顺便的。对，好像某地铁玩，是不什么迪士尼之类的，就你可以去玩一下。哎，今天领个证吧。这气氛不错，领个证吧。他在这儿，那我们去领个证。有点这种感觉。哇塞，它也可以是一件可能比较随意的，对，就好像说在一起吧，好，在一起啊。对，但那我觉得这些场合里出现的领证的地点，它只是为了方便大家，而不是说是一种很随意、很玩笑的。我就是想说，我说那如果结婚这个事情对你们2个来说，那刚好就直接就领个证怎么样？那得多相爱呀。就是对吧？得相爱到什么程度？说2个人就是直接二话不说那2个人就一下子，也可能都没把婚姻当回事儿。也有这种可能的就是像玩一个过家家的游戏一样。那就是2个人都不够成熟，那就不太好吧？那不太好。反正搞不好最后他们也因此在一起很久，或者我不知道，都有可能。OK。好，那我们其实今天聊的内容已经差不多了。其实结婚和不结婚都是个人的选择，都是为了追求个人美好幸福生活的这样一种方式。所以结婚好，不结婚也好，就是都没有什么差别的。对，只是个人的选择。是的，如果大家想结婚就可以结婚，然后不想结婚也可以考虑其他的生活方式，我觉得都很好。对，也希望大家能够收获自己的爱情和幸福。那么每周晚6点呢，欢迎大家关注抖音、小红书还有优酷直播间酷酷聊的正片。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收看同时收看 B 站、小宇宙、网易云、荔枝 APP 还有喜马拉雅去查看正片。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去抖音和小红书，在主页加入我们的官方粉丝群，在里面分享你的感受和一些看法，我们都会定期收看。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谢谢安啾的到来，我们下期再见，拜拜。